你相信爱情吗？我不相信爱情。那你有爱情吗？我没有爱情。那你想寻找爱情吗？我不想寻找爱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钱。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就是马上过圣诞节了，想不想在圣诞节之前找一个？不想。为什么呢？怕我被拒绝。我就是一个老赖，一个不失联不逃避，一个连吃饭钱都没有的老赖。语气又如何？被人家嘲笑又如何？纠结这些还有用吗？我现在没钱了，美容院也关了，也落魄了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是错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爱涨多少你就涨多少去吧。为了生存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大不了上黑名单。我最讨厌的是穷人为什么还要去生育？我们这代人都不结婚生娃的话，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怎么办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认为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今年24岁，一本大学毕业，我是不婚主义，加上我绝对不会要孩子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想法呢？结婚意味着很多东西，生存压力很大。最讨厌的就是穷人还要去生育，因为这样会造成那个孩子可能就很自卑，他需要用他的一生去治愈他所有的经历，就是会有很多无可奈何的时候呀。作为一个负债到吃不起饭的人，我才算真正看透。当你连兜里掏不出1分钱，饿到啃干面包都觉得奢侈的时候，我翻遍了所有亲属的聊天记录，想找一句关心，盼一次伸手，可到最后只有沉默和敷衍，谁也没有出来真正的帮过我一把。催收的电话从早打到晚，逼得我躲在出租屋不敢开灯。是的，被裁了，失业了。我是24年硕士毕业，也就是去年来的深圳。其实被裁到今天有1-2个月了。其实不上班后，你会发现前面几天真的很放松，很舒服，就觉得哇，终于可以不用工作了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工作嘛，后面再说，毕竟我上班通勤也要2个小时的地铁。但大概2到3周后，我就开始焦虑了。然后就疯狂的投简历找工作。现在已经混的是饭都吃不上呀！以前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从来也没有好好的规划过。现在自从负债之后，简直是1分钱都得掰成2半花，就挣的这点钱都很难够1个月的开销。然后好久没有吃酸辣粉，今天特别想吃酸辣粉，就在那个拼好饭上点了一个酸辣粉以前哪知道什么拼好饭呢，根本不知道拼好饭，就想吃啥就随便就点啥了。现在就是想着各种薅羊毛，真的是已经到了饭都快吃不起的地步了。近年来，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就业压力不断加剧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未来感到迷茫甚至绝望。对他们而言，结婚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，而养育一个孩子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。对于收入增长缓慢、就业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年轻人来说，这些现实压力让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婚姻和生育。有人坦言，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保障，又如何走进婚姻？越来越多的90后、00后不愿谈论婚嫁，正折射出当前经济环境对年轻人造成的压力与无奈。这不仅是一种个人选择，更是一代人在现实重压下的集体反应。在以前养个孩子可能就是添双筷子就算，现在呢，我特意查了一下百度小孩得一场重症肺炎，全程的治疗费用超过15万。我朋友女儿她就经历过，她说那2年连烟都不敢抽。有人说这是概率问题，但肺炎在儿童中其实还是挺常见的。听完看完，我其实当时就懵了，就像爬一座山看不见顶的山，我连自己能不能爬上去我都不知道，还要挑着2个担子，一个担子叫未知的前途，另外一个担子叫做孩子的未来。我自己摔得起，那我的孩子呢？假如你女儿有一天跟你说，以后她不想结婚了，不想像你这样累，你该怎么开导她？为啥要开导？让我选择一次，我也不结婚。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就业市场不断承压，各行各业普遍陷入萧条。过去被认为拥有明显竞争优势的高学历人才，如今也难以幸免。海归硕士、名校毕业生同样面临就业困境。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，视频中一位女子接受采访时提到，她当年高考时以陕西省第9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，毕业后赴英国名校攻读硕士。然而回国2年，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不少企业给出的薪酬低得离谱。
有些公司在面试时说工资在8000到13000之间，但等他通过笔试后，公司却突然改口说只能给3000元，让他觉得自己被骗了。北大毕业，你待业在家2年，没去找工作呀？今年3、4月份以来就一直在找嘛，有的面试没过，有的过了，但是薪资可能不太能接受。多少钱呢？有给1600的，给1600一个月啊。然后我问多久能转正，也不说话，然后就没敢去。他表示，在英国攻读硕士期间，1年的学费就超过2万英镑，折合人民币约20万元。回国后迟迟找不到工作，如今他只能待在家里啃老，依靠父母生活。毕业没到1年，宿舍5人有4人处于失业状态，真的是觉得好可笑啊！我们好歹也是2本毕业。首先，室友 A 在3线城市的老家，始终抱着先择业再就业的心态，执着于找工商管理专业对口的工作。结果从毕业到现在，一份工作都没有找到。室友 B 摆脱世俗的眼光，选择了进厂，一天干12小时包吃住。不幸的是，他的工厂倒闭了。博主说，室友 C 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毕业后选择前往贵州工作，并在那里遇到了现在的丈夫。如今他已结婚，正在家里照顾孩子。室友 D 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，他2战考研时复试只差几分，遗憾落榜。家人劝他放弃继续考研，开始催他尽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至于博主自己，实习期间找了2个月工作，好不容易入职一家企业，却只干了10来天就被辞退。如今他在一家小公司做着一份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，每天都想着辞职。这位博主原来在建筑行业工作，因长期过度劳累，后来转行去做软件前端销售。换了工作后，他整个人才慢慢放松下来。98年从建筑行业裸辞的我，失业121天后转行成功了。我是一个来自云南边陲小县城的孩子，土木工程专业，毕业后进了某央企建筑公司，做了市场营销。4年时间里辗转多地，每天西装革履，谈着1000万的项目。别人说这工作体面稳定，熬几年就能升职加薪，我也曾信以为真，把拼命当作勋章。但我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呢？是凌晨2点改不完的投标方案，是酒桌上强颜欢笑的应酬，是奔波各个城市的疲惫。博主说，2024年6月，他选择了裸辞。当时不少朋友都觉得他疯了，认为现在就业形势这么差，怎么还敢辞职？可他那时只想喘口气，让自己停下来。之后，他投出了上百份简历，经历了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，最终才在软件行业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。他感叹道，或许在别人眼里我丢了金饭碗，可惜合不合巧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。现在每个月的花销是，如果不上班，其实花不了多少钱，几千块钱就够了。房租5000，年龄40，哈尔滨人，现在没有工作。为什么失业？以我这个年龄看的话，不太容易再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。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，本科也是美院的。毕业之后都干过什么工作？最先做的是老师，之后就做美术线上课的产品经理，管人，没几个人，3、5个人吧。当老师工资高吗？还蛮多的，好的时候2万块钱。经济问题不解决，感情很难长久。绝大多数人离婚的核心原因还真不是感情问题，而是经济出现状况之后，带动彼此之间的沟通再出现问题，相互消耗，相互吵架、责备、冷战、多疑，然后又羞于启齿，其实是经济问题。把经济问题绑架在情感问题上，不断的消耗感情，然后以情感的崩塌作为了断。其实问题的源头就是经济不足引发的矛盾。老话讲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下个月又有1000多万的大学生要跟我们来抢工作了，也就意味着排队就业的人又多了1000万。但是现在我们大多数的毕业生还处于失业的状态，到时候我们还要和22届、23届甚至24届争先恐后的去抢工作，慢慢的廉价的劳动力只会越来越多。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大学生在服务岗、安保岗、进厂打螺丝岗真的是比比皆是。10年前我高考学校第一上了一所211，10年后我被裁员失业，沦落到菜市场摆摊卖鱼，今年是第234。这10年的转变也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：人无猜念必有馈赠，满心期待必有所失，无所求必满载而归。
心有期待，则事亦落空。知足者常乐，看开者无忧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，因为他们连自己都养不活，你还想让他们去养活另一个人，你甚至还想让他跟另一个人生个孩子，还要多去养一个孩子，这是怎么可能的事？这不是无稽之谈吗？婚又得买房，又得办婚礼，那全都是消费，全都是支出，怎么能结得起呢？失业没工作，考公考不上的千万别回家。我以为这么久没回家了，回家我应该会开心吧，但此刻的我如坐针毡，想逃也不能逃。我只是考公失败，我只是暂时没有工作，我只是想要租一个房子安安静静的生活，但好像这一切就是罪大恶极一般。原来长大后家也不是避风港，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，让现在的我看起来哪哪都是错的，好像没有任何言语能够表达我现在的状态。我给我儿子看了一个很丰盛的自助餐，我说明天带你去吃，他说这个看起来挺好的，有点贵吧？我说没事儿，我没钱，我找你爸要，你爸给钱。他说啊，我爸还得给你钱？我说对啊，以后你结婚你也得给你媳妇儿钱，你得养你媳妇儿。他说我娶个老婆我还得养着她，然后她什么忙帮不上就算了，没事还得气我，然后到了老了的时候我还得伺候她。我说对啊。然后我儿子整个人就惊呆了，他说那我为什么要结婚？有人问我离婚后带孩子要不要再婚，我是真的不想再结婚，因为我超级好，我利他心很重，我又体贴又周到，别说爱人了，就是周围的朋友啊同事我也是真心以待的，所以我口碑也很好，平时爱运动求上进，不邋遢没有坏习惯，情感专一，脾气直爽，也是那种脾气好的，长相也不差，物欲也不高，所以跟我在一起的任何人都会过得很幸福，但是我一定会过得很累。博主说，很多离婚后的姐妹都想再婚，担心自己老了会孤单，总觉得再找一个人就能过上安稳日子。但她认为，第一次婚姻都没能找到真正合适的人，更何况是二婚。我们都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为什么还有人会抱着这样天真的幻想，去赌那微乎其微的可能性？33岁不结婚不生孩子，34了不结婚不生孩子，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不舒服，突然觉得现在自己真的好幸福，我可以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用去考虑其他人，自己想干嘛就干嘛，不用在乎任何人，真的感觉这种状态太爽了，太好了。我现在是彻底的想通了，我想结婚，但是我已经34岁了，那你说我在这个婚姻市场上我还有价值吗？你想想，我34，找个跟我同龄的34、5，我觉得是很难的。比我小一点的，人家也相不中我；比我大一点的，那几乎都是离异带孩子，那我肯定也是不想嘛。所以说，我就在想，我虽然说我现在转变想法，想要结婚了，但是事实情况是，我是不是要孤独终老了？我觉得30多岁没有结婚的，大部分都是有问题，不管男女，包括我自己也是。我承认我自己有问题，年轻的时候特别作，而且有点那种吹毛求疵的感觉，然后也不懂得换位思考，然后还特别挑，总感觉自己能遇到更好的，跳来跳去，然后一直到现在。其实有很多很好、很优秀的人追我，但是我感觉我自己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得珍惜，总觉得自己能遇到更好的，所以一直单身到现在。再有2年呢，我就40岁了。我发现我依旧不想结婚，整天沉迷在自己的孤独世界里。我不想结婚的原因呢，首先是我觉得我遇不到一个真正的灵魂伴侣，同时又是一个很自卑的人。介绍相亲对象呢，外貌好看的我基本都不会见面，即使身边出现了心仪的女孩呢，我都不敢大方的去追求。我也没有信心能经营好我的婚姻，因为这么多年我自私惯了，面对她会不会照顾好她的情绪、她的生活，我误伤了她该怎么办？博主说，他不想结婚的第二个原因是，他虽然喜欢小孩，但只限于在孩子乖巧可爱的阶段。一旦孩子长大一些，变得调皮爱闹，他可能就会招架不住。如果每天都要面对一个哭闹不停的孩子，他觉得自己很可能会崩溃。此外，作为一名普通打工人，他觉得自己的经济条件有限，担心孩子出生后只能跟着自己过苦日子。
第3个原因，则是她担心自己处理不好婚后的人际关系。别说面对另一半的亲戚，就连自己家的亲戚，她有时都分不清辈分。她说自己老家在农村，亲戚很多，每次遇到那些平时很少见面的长辈，她都会先悄悄问妈妈该怎么称呼。有时候一紧张叫错了称呼，场面真的很尴尬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